世界正在重写，算法从不中立。Hello，大家好，我是齐生。这部影片对我来说很特别，它不只是3部电影分析的合集，也是我过去2个月路途中的很多思考，重新整理、补上、延展，最终形成的一个完整的版本。我知道这样的内容在 YouTube 上并不常见，2个小时没有快餐式的爽点，却是一个想要把问题讲完整的尝试。这里的所有内容都是我原创的思考，但我也要坦白 ，AI 在这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它帮我交叉验证资料，帮我打磨结构，可是问题、框架、方向都是我一字一句推敲出来的，这是我和 AI 的一次协同创作，也是我对这个频道的一份宣言。我希望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AI 科技，还有它们将如何改变人类的命运。如果你已经看过前面的3部，建议按照进度条目录往后拖。那么如果你已经点赞关注，我们现在就开始。2154年，地球早已高度污染，过度拥挤，社会秩序崩溃，社会分裂成上层阶级，居住在太空轨道上的人造天堂 Elysium， 配备先进医疗 AI 舱，可瞬间治愈任何病痛，重建骨肉，延长寿命，没有犯罪战争，常被非法移民视为期望的天堂。下层阶级遗弃在地球上的普通人，劳动、贫苦、疾病，被算法警察严控，无医疗资格。这是电影 Elysium 极乐世界的设定，一个彻底封闭的阶级体系，只有上层人合法居住，下层人即使强行登上，也会被及时扫描，强制遣返，甚至当场击杀。很显然，我不是电影解说员，影评也并非我的专长。为什么今天会以极乐世界作为开篇？因为如果我们想谈 AI 时代的阶级分化、资源排序与权限封锁，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近乎预演式的世界模型。男主 Max 出生在底层贫民窟，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立志要到达 Elysium。而长大后的他却在机器人工厂做苦工，亲手组装管制和压迫他的机器人警察，修理系统，日复一日。为了保住工作，他被上司强行塞进去修理故障的辐射舱。那句至理名言，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此刻极度具象化。如无意外，意外这就来了。强辐射穿透了他的身体，生命垂危。AI 医疗扫描后判定他只剩5天寿命，公司没有责任。医疗系统拒绝治疗， AI 机器人冷冷地说，你会很快死去，请回家。如果是上层居民，他只要进医疗区扫描10几秒就能完好如初，对，就是有那么神。但他是下层平民，没有补偿，没有急救，没有人工干预，没有被抢救的资格。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得到绝望。极乐世界这个名字翻译得很讽刺，极乐的只有上层，而下层则是地狱。我想，电影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所谓的上升通道隔着一个大气层，根本不存在。努力、付出、贡献、牺牲，这些在 AI 排序中都不计分。你不在合法市民资料库里，那你就不是人。死活是你自己的事，没有战争对立，没有冲突选边，这是技术系统对人的分类判定。嘛，毕竟是电影，演到这里总不能男主族全剧终。结局毫无意外，男主又是赛博改造，又是垂死挣扎，最后排除万难到达了 Elysium， 甚至不惜牺牲了自己，改写了整个系统，完成了传统意义的个人英雄主义赞歌。底层平民户籍收编进极乐世界的权限系统中，从此众生平等。 AI 机器人立即刷新，不再听命特权阶级。医疗舱第一次从天而降，落到地面，开始刷刷刷为地球难民治疗。至此电影结束。在打开今天的讨论之前，我对这部影片本身有一些提问。片中的地球底层生活的描写非常模糊，上层的权力结构也很模糊，间接让男主致死的程序员拥有改写整个系统的权限，
却还要为了顶层订单卷入权力斗争的阴谋不惜违规改写系统。如果是这样，直接把自己改写成总统人设，岂不是更好？上层和下层的区分是怎么开始的呢？谁写的规则？为什么不索性把极乐世界塑造成一种信仰机制？比如那些人类都是天神，用叙事来稳定底层，切断他们的上升幻想，而不是靠无厘头的暴力与封锁。又或者，如果他们真想维持阶级，他们完全可以用希望来驯服，给一个简单的上升通道供底层内卷，岂不是更稳定吗？可电影里却选择的是让所有人绝望到连被幻想蒙蔽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导演的选择，但也让我看到另一种可怕的现实。当一个秩序不再说故事，也不愿说谎，连装都懒得装了，那就足以表明他自信到不 care 你的感受，因为他相信你绝无反抗能力。电影中其实有很多有趣设定和象征性标签。极乐世界住着极少数特权者，轨道上空气好，寿命长，不管有什么疾病，扫描几秒钟立刻治愈。就算是反派脸都炸烂了，只要大脑完好无损，1秒恢复原貌，简直堪称碳基顶配的 3D 打印。而地球地面剩下的大多数人被遗弃在污染、暴力与疾病中挣扎求生，不是资源分配不均，而是2个系统彻底分离。对照一下，今天的高端医疗、优质教育、稳定收入，是不是也只有特定资料格式才能对接？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资源不够，而是你从一开始就不是系统识别的对象，你永远没有权限。想要获救，就要先验证资料合法性。我们去医院看病、办签证、买保险、孩子上学，先问的是什么？你是哪里人？你有没有这种资格？我们以为人类社会的主权来自于生命，但其实是来自于资料库上有没有你的名字。电影里的警察是 AI， 态度差一点就能打你，偷渡者还没落地就被击落，不问过程不谈理由，执法变成了代码匹配，不再需要情境解释或怜悯。Elysium 不是在说未来，而是在解构现在的排序模型。他把现实已经发生的那些黑箱拉到你眼前，把不可说的规则说了出来，具象化成了未来故事。可是你知道真正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我看《极乐世界》这部电影时并没有很绝望，但当我看到上层权力机构击杀那些坐着走私的飞船企图非法偷渡进去 Elysium 借助医疗舱治病的难民时，网友说他们也没有错啊，他们只是在维护秩序。这一刻我才真的感到绝望。对呀，站在那些上层人的立场，有什么错？我们都该遵守秩序和规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秩序和规则是谁写的？它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渴望秩序？只要社会出现混乱，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说要有制度，要恢复秩序。就连 AI 的所有设计目标也几乎都在追求一件事：稳定、高效、可控。秩序这个词我们每天都在用，但很少人认真想过它的意思。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来说，可以分成3个层次。一、自然秩序 （Natural Order） 来自宇宙、生命、物理的规律，像日夜交替、万有引力、生老病死。这类秩序不需要人制定，它自我运作，人类只是适应它。2、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人类为了生存与协作所创造的规则系统，比如法律、制度、文化礼仪、伦理，它可以维持稳定，但本质上是人为创造的，可以被改写、被质疑、被推翻。3、技术秩序 Technical Order 当代最具争议的新秩序类型，由演算法、AI 资料模型自动决定的分配机制。它表面上中立，其实内建了决策权、排序权、资源控制权，但没有人对它负责。
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社会创建的传统秩序。饥饿站台里，食物从顶层往下送，每层只能吃别人吃剩的，没人强迫你互相残杀，但规则已设好，你的位置决定了你吃不吃得到食物，而那个位置是随机分配的，这就是秩序包装下的制度残酷。还有雪国列车上，窄轨列车分舱分层，前段是权贵，尾段是底层，前段锦衣玉食，尾段吃蟑螂做的饲料，秩序井然，列车准时，彼此不相干。那不是列车，是一条用秩序封锁死的阶级链条。这些秩序包装下的压迫总是走向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然后新的政权上台，权力异化，再度革命，周而复始，人类历史大概都是这样的轮回。那 AI 来把持秩序会更好吗？电影里 AI 把整个社会运作管理得近乎完美，医疗、治安、边境管控、自动分类，一切都高效又稳定。代价是人类连369等都不配有，只有上等和下等。这不只是电影，今天我们的信用分数、医疗评估、招聘筛选也早就交给了 AI 来判定。你可能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不在那个 VIP 清单里。当无数大厂开始设计 AI 宪法时，看似是在建立秩序的伦理基础，但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些规则都是由少数技术精英撰写，表面上是对 AI 加上伦理约束，实际上却变成了权力排他的新型立法，没有民主程序，没有公民参与，也没有任何透明回馈机制。我们不是在创造智慧机器，而是在让少数人写下新时代的圣经。人类可以没有秩序吗？原有秩序不完美，机器建构的秩序又太残酷，那么人类可以没有秩序吗？每次谈论这个话题，我都想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虽然人类秩序有缺陷，但我们之所以信任秩序，是因为它曾保护我们。说到底，人类不是爱秩序，而是怕没有秩序。在动荡时期，任何能够保证安全的框架都会被高估为正义。试想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没法律，没标准，没分工，每个人都凭直觉行事。混乱会不会变成常态？暴力会不会变得合理？弱者会不会再也无法生存？霍布斯在利维坦里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暴力的、可怕的，生活短促而肮脏，所以人类才需要秩序，才交出自由，组成契约，建立国家，服从法律，换来稳定。既然秩序不可少，人类创建的秩序有缺陷， AI 执行也同样不尽人意，那么未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和 AI 共建这个秩序呢？好比说 AI 的规则是开源的，大家都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决定的。模型权限的设计不是由硅谷精英独享，而是公民共议。系统排序不是只看数据，而是保留人类情境与例外。这不是空想。Web3 社群治理、DAO投票机制、开源模型治理、共识式 AI 设计，这些都已经在萌芽。AI 不是不能参与秩序，它只是不该成为不能被质疑的神明。如果 AI 是我们的工具，那它应该服务的是我们的集体价值，而不是服务那些有能力设计工具的人。我们得诚实面对，人类所创造的秩序从来不是公平的，它只是更有组织的压迫。你的位置常常不是你争取来的，而是被安排的。而秩序的语言就是那句最可怕的话，这不是针对你，只是制度规定。真正的暴力不是打人，而是让你以为这一切就是正常。当你开始觉得它天经地义，甚至无法想象世界还能有别的样子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美德，它只是被包装过的陷阱。因为一旦秩序可以被写入，无法被提问，它就不再是秩序，而是信仰。而 AI 很可能成为这个新信仰的执行者。所以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它不应该是用来压制混乱，它的价值也不应该是不允许出错。我们当然需要秩序，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提问的秩序。能不能在出错之后修正？能不能在压迫中被提问？我们人类是否永远保有进入秩序的接口？这个系统不能只有工程师能改，不能只有资本能介入，它必须回到所有人手上，否则秩序将再次成为另一场看不见的统治，不再靠法律，不再靠军队，而是靠代码。我们无法没有秩序，但我们可以重写一个属于所有人的秩序，不是完美的，但是真实的。那么话说回来，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技术设计者，也不是权力宗书，那我们能做什么呢？也许我们不能立刻改变秩序，但我们可以重新学会感知它的存在，感知哪些东西是被预设的、被默许的、被美化的，感知那些不能讨论、不能触碰、不能反问的区域，而这正是秩序正在试图让你遗忘的地方。我们可以参与输入语言， AI 看见什么学什么，我们说什么，世界将往哪里走。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服从，选择说我不同意，就算只是一句话、一条评论、一次打破演算法推荐的选择，也都是对秩序的微型修补。最后的问题，也是这一集真正的核心，如果 AI 未来要成为秩序的一部分，我们至少要确保一件事，它不是为少数人设计的神明，而是一种可以让所有人共建的工具。天堂不该只属于被挑选过的人类，而秩序也不该是少数人写给世界的审判剧本。这是电影给我们留下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未来都要共同回答的问题。科幻电影从来不是预言，而是警醒。塑造未来是预测未来的唯一途径。我们想要的未来必须首先被想象出来，坚信它可以成为现实。如果极乐世界告诉我们裂缝如何把人分成两个世界，那么安多提醒我们即使反抗，系统也能把你吸收。老实说，当我第一次看安多的时候，是带着一点困惑的。这是星际大战宇宙，没有光剑，没有绝地，没有神秘血统，甚至连那种传统的使命召唤都没有。作为星战的前传，男主不是那种英雄的人物设定，是那种很丧很摆烂的，就是那种连革命是什么都没有概念，稀里糊涂被抓去给反叛军当雇佣军，拿到了一笔报酬，他就去海边度假，逍遥快活了。没想到有一天他在街上游荡，被 AI 机器人警察拦截，说他随街游荡的样子太猥琐，被抓回去了。审判也好搞笑，好像是因为他没有回答问题，被判了6年，丢进了白色监狱。监狱呢，是那种大型的流水线工厂，跟富士康有的一拼。犯人都要没日没夜干活，谁不听话，地板都是通电的，狱警一个按钮，一言不合就是电。最惨的是，那里的人根本出不去，干活干不动了就会被杀死。这个安多被抓进来，很可能只是填补干活的空缺，随机抽卡抽中的，就非常离谱。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部剧的剧情。一开始安多被反叛军雇佣，虽说他参与了叛变，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并不想反抗旧系统，只是想捞点偏门搞点钱，毕竟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真正发生转折是监狱的那场重头戏，无缘无故被逮捕，变成帝国的免费劳动力，失去自由被囚禁，还不是刑满出狱哦，唯一的结局只有死，干活干到死为止。那既然横竖都是死，干嘛不反抗呢？这是他第一次有组织有密谋煽动人群一起反抗和逃离，也是他第一次明白反抗需要组织，需要战术。那么我们的男主角安多开始觉醒了吗？很显然未必，一直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死亡，他的妈妈也是这个剧集中最关键的角色之一，一位生活在帝国底层原本安分守己的老妇人，亲眼目睹帝国压迫下邻居朋友一个个被带走，
从始至终呀，没有说过做过一件反动的事情，却在死后的广场葬礼上播放生前提前录制好的全息演讲。We've been sleeping because we had each other. We had Ferrix. 他的演讲毋庸置疑是整部剧的高燃时刻，也被许多影迷称为反抗的火种点燃时刻。至此，男主完成了觉醒进度条，正式进入了反叛军，第一步完结。我在想啊，这不就是老套路吗？亲人之死，主角觉醒，投身革命。如果故事到这里完结，那还真是一部没什么看头的剧了。当然不是的，安多真正狠的地方不是在第一部觉醒之前，而在第二部觉醒之后。他不只挑战帝国，更挑战反抗这两个字的意义。我们的男主终于站上了战场，一路突突突，杀杀杀，终于不再摆烂，不再做雇佣兵，开始愿意为某种信念行动。但很快我发现，所谓的反叛阵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他们同样用 AI 系统监控成员动向，筛查情报，分配资源，建构舆论场与数据模拟。比如他们一样有黑箱，分阶层，有上层结构，有核心圈，有牺牲者名单，甚至他们对安多的利用程度和帝国如出一辙，且更为精密。整个反抗系统也不比帝国透明。安多参与过一次惊天动地的结案，拿到了重要情报和大量资源，妈，这回立了大功，总该升职加薪，混个叛军小首领当当吧。结果叛军的一把手卢森不仅不这样做，还要杀人灭口，原因是那句经典台词：你知道的太多了。真心为男主感到唏嘘啊，好不容易从一个冷漠生存者变成有主观能动性和行动理念的主动革命者，结果刚刚入局就又变成了被清理的变量。这所谓的挑战系统到底挑战了个啥呀？这不就是刚出贼窝又进狼窝吗？整部电影里没有很重点突出 AI 的角色啊，但是 AI 却直接嵌入了剧情里。没有邪恶的人工智能，也没有自我意识觉醒的机械体。AI 作为统治者管理工具的世界，根本连反派都找不到，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流程化，被巡逻机器人抓走，在监狱里流水线作业，一切都那么顺滑、合理又无助。帝国用 AI 治理系统，反叛军也在用 AI 治理系统，系统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反派或工具，更像是这个世界的背景墙、地板和空气。人们没有机会质疑它，因为它是人们生活方式的默认设置。安多的一生更像是系统模拟中的一个分支剧本，觉醒、挣扎、加入反抗，就像是系统早已预测好的路径，选择只是看起来自由，其实却是另一个数据版本下被投喂了正义剧情的人类执行脚本。我们再来看看叛军首领，我一度以为卢森这个角色会是有信仰、有格局的革命家，毕竟他讲话超有气场的，说什么我早已把自己的善良当作筹码献出去，换取明天的光明，听起来真的很燃，对吧？甚至到了最后，他选择了牺牲自己。很多人把这当成一种理想主义的燃烧，但仔细再看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牺牲安多不是因为他不信任安多，而是因为在反叛军系统中变量太多了会卡 bug， 安多就是那个 bug。 他不是革命者，他是系统的维护者，像极了那些在大公司里拼命加班操盘背锅的高管，以为自己是改革的人，其实不过是精英算法的润滑剂。在 AI 治理的时代，哪怕是最想要改变系统的人，最后也会变成帮新系统降温的冷却器。当我们奋力对抗权力阶级，却没有跳出它的运行逻辑，我们到底改变了什么呢？逃离监狱，却进入了程序的下一层，放弃了服从，却走进了另一个被计算的觉醒。安多的悲剧不是没有反抗成功，而是他根本没有选择。
电影总归是虚构的，可是真的离我们的现实很远吗？想一想我们身边的觉醒和反抗是如何发生的。你不满资本压榨，发起了一场罢工，但所有的数据都被社交平台收集分析，下一轮算法已经调整薪资模型。你质疑权威，开了一个匿名账号发文，被精准推送内容，加速你走向某种政治立场。你想逃离规则，但所有逃跑路线都被用户画像预先预测，反而加快了风控机制的更新。我们不是在反抗系统，我们是在给系统加速训练数据。AI 最强的能力不是打败你，而是吸收你的挣扎，让你变成下一版系统更懂人性的模块。反抗总是让人联想到突破、改变、颠覆，然而在安多中，反抗的过程却是被悄然吸收的，甚至成了新秩序的一部分。不管是帝国的监控，还是反叛军的隐形管制，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种面孔，只是包装不同。反抗作为一种从个体或集体起始的反对行为，在历史中似乎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力量感。它常常由压迫或不公引发，似乎是推翻现有秩序的有效途径。然而，随着反抗力量的不断发展，我们却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反抗不仅没有打破秩序，反而在某些情境下被系统巧妙吸收，甚至重新塑造成新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只是政治现象吗？不是的，它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技术控制，甚至数据算法背后。在每一次反抗的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原始动机往往是试图通过推翻现有秩序，达到自由、平等、解放的目的，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例如，早期的革命常常以推翻腐朽的政权为目的，但一旦权力更迭，新的统治者往往会以更有效的形式重新利用原有的反叛精神，使其为新的秩序服务。这种转化常常是隐形的，尤其是当新秩序的面貌被包装得足够正义时。系统吸收反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特别是数据算法和 AI， 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技术本身并没有道德立场，它们是工具，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取决于操控者。我们常以为反抗是自由的象征，是站出来怒吼砸碎铁笼，多么热血，多么光荣。但我想问，为什么所有反抗最终都像极了他所对抗的系统？我还真的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学术上这其实有个名字，共谋式反抗。原意是指通过让反叛者参与进权力的构建，反叛力量被转化成支持现有秩序的部分。比如现代资本主义体制通过消费主义反抗来吸引青年反抗力量，使反叛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或个人主义表达，而不是对抗系统本身。就像把印上自由2个字的 T 恤卖给你。我们熟知的朋克文化、摇滚音乐等曾经代表着反叛精神，但随着他们的商业化，这些文化符号成为了市场消费的一部分，而不是反叛本身。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反抗的异化，反抗力量的初衷被转化成对现有系统的延续或服务。例如，在现代社会，许多社会运动虽然初衷是反对压迫，但最终往往变成了被现有体制吸纳，转化成制度的一部分。你一开始是想打破笼子，最后却在帮笼子上油漆。这种事在现实世界里早就发生过。女权运动最终变成了品牌营销，自由主义被转化为个人责任的压力，反资本主义的饶舌歌被资本收购打榜第一。这让我想起《黑镜》第1季第2集，黑人小哥本想登上节目，用一段控诉系统试图唤醒所有人，却被电视台吸纳，开创了新的节目，专门做讽刺脱口秀。黑人小哥被旧系统收买，成为他们的一员，功成名就。控制的策略，这些策略往往通过监视来容忍反抗，最终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比如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表面存在，实际上却被政府通过严密的法律和舆论引导来控制，防止真正的反抗行为。权力的自我保护机制将反叛精神合法化或合并到现有秩序中，使反抗力量反而为新的权力结构服务。这意味着
即使一个系统受到挑战，它依然能够通过将反抗者的行动转化为自己的资源，从而维持它自己的主导位置。历史上有许多的革命，最终演变成了新的专制政权。革命者最初的目标被原封不动地继承并转化成新的制度，例如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帝国。总之，系统吸收反抗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机制，它非常隐蔽且难以察觉。那么 AI 系统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呢？很简单，它就是那套会学习反抗的秩序模型。它读取了反抗的语言，模仿了愤怒的语气，计算了革命的节奏。它比任何人更懂如何调动群体情绪，也更清楚反抗哪一段不能超过边界。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的每一句反抗口号都已经被输入了 AI 训练数据库。更可怕的是，这个系统不需要压制任何人，它只要大家来参与。参与就是吸收，参与就是驯化，参与就是让你以为你有选择。于是问题变成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悖论：如果反抗注定被吸收，那自由是否只是系统制造的一种错觉？这其实不是科幻的问题，而是技术社会的哲学核心。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曾说，我们已经不在纪律社会，而是在控制社会。在控制社会中，你不是被强制，而是被引导；不是被剥夺选择，而是被提供预选项。换句话说，自由并未消失，它被精确建模了。系统的恐怖并不在于它镇压了反抗，而在于它容纳了所有反抗。你看到的宽容也许只是算法的高明，你获得的共鸣也许只是系统的同化。那反抗是不是没意义了？不是的，只是我们必须先理解，真正的自由从来不只是对旧秩序说不，而是要能看穿新秩序的包装，不再重蹈覆辙。当反抗被吞噬，裂缝依然在再生。Westbrook 让我们看到制度与基因如何锁死未来。末日的土地贫瘠，寸草不生。你手里有一袋种子，它们只能结一次果，明年全都会死。你还有3个月的口粮，你会乖乖跪在城邦的大门前，卖掉自己的血，换取下一年的种子，还是孤注一掷，在废土里赌上性命，破解它的基因锁？这是电影 Vesper 的故事背景，一部我非常不推荐你去看的电影。不是因为它拍的不好，而是它那种潮湿、黏腻、绝望到令人窒息的末日废土氛围非常治愈嘛。所以剧情你不用亲自体验，我来替你讲就好。那是新黑暗时代的开始，人类试图用基因科技拯救崩溃的生态，结果制造出的病毒和微生物泄露到荒野，它们杀死了大多数可食用的植物和动物，也带走了大量人口。幸存者被分为2类，一类住在城邦，掌握所有能繁殖的种子，另一类散落在废土上，依赖城邦的施舍苦苦求生。Vesper 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照顾病重的父亲，每天在腐败泥土里用简陋实验室做实验，只为找到能自我繁衍的生命。电影的结束，她真的培育出了能繁殖的种子。故事非常简单，可是真的就结束了吗？导演没有往下讲，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希望，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城邦的力量又怎么会仅仅在于锁定的技术？明明更致命的是背后的制度与秩序啊！种子终于可以不止种一季了，但只要城邦还在，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收回控制权。我们来深入理解一下裂缝是如何维持和再生，而 AI 和技术又到底是否能作为解决方案。我相信如果你能完整看完3部曲，你一定会对人类的阶级制度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人类社会的技术与制度史中，不平等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阶级裂缝听起来呢像是个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但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对，你没听错，它不仅有生命，它在形成还有生命阶段。我给它划分了4个生命周期：编码期、固化期、吸收期和重构期。这4个阶段就像是4季一样循环往复，却又一次次叠加在新的技术与制度当中，延续着权力与资源的集中。第一阶段，
编码期。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是一个大大的 RPG 游戏，你有没有想过，谁是制定规则的人呢？上帝吗？神吗？不可知的一吗？也许这些都是，但游戏里的很多设定和规则却未必是神制定的，也有一部分是玩家在制定。这就是裂缝的第一阶段，编码期。那么 Whisper 里赖以生存的种子被锁上基因锁，写上编码，这就是编码期吗？不是的，种子被编上锁需要用鲜血来换下一季度生存的可能性，这个设置本身才是编码期的意义。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啊，编辑，我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编码期，就是在技术的诞生初期，把访问边界直接刻进了事物的核心结构，然后无声的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玩法。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新事物的设计蓝图啊，是这样吗？如果单纯说是设计蓝图，其实不准确。更准确点的说法是，编码期等于设计蓝图加施工规范加产权分配的落锤时刻。就有点像三位一体啊，它不只是画图的理念这么简单，还在技术层面把接口、默认值、计量单位、命名空间写进标准里，在制度层面把激励机制和所有权写进合同与专利，并在网络层面，也就是上线那一刻接通生态和合规框架，那么从此以后改动成本陡然上升，路径就被锁死。举个例子，我们的铁路轨距一旦拍板，蓝图跟规范被设计好，全国机车轨道投资随之定型，后续再想改，那得要全国换底盘才行。再比如我们很熟悉的 App 商店，30%的抽成是写进了上架与支付规则里的，应用生态长出来后再谈改抽成，等于动整套产业链几乎不可能。蓝图只是决定这个东西的长相，而编码期决定了未来谁有钥匙。经济学家管它叫做递增收益效应或者路径依赖。意思是早期的小优势会被规模学习曲线和网络效应放大成长期的垄断，或者方向一旦被选中，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就会被锁定在这条轨道上。这些事情往往都发生在悄无声息、没有人注意的时候。0到1往往是最重要的阶段，成败就在此刻。你想想啊，萌芽期不需要国会辩论，不需要国际谈判，它悄悄埋伏在研发团队的一次次技术决策里，在公司法务的一纸专利申请中，在协议文档的一行行代码里。Paul David 用 QWERTY 键盘解释过这种锁定效应，为了防止打字机卡键而设计的低效率布局，最终成了全人类标准。即便后来有更好用的 Dvorak， 也撼动不了一星半点，因为整个世界的输入习惯、培训体系、硬件模具已经被锁死。就像你买了第一个手机是 iPhone， 之后你换手机时，即便安卓更便宜，你也可能还是会选 iPhone， 因为你所有的照片、账号、App 都绑在它的系统里。这就是路径依赖，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旧习惯会拉着你走。Landon Wiener 在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里面说得很直白，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天生就携带生产者的权利意图，而接口和标准就是权利的编码形式。我们来看看不同行业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玩的都是同一把编码锁。医药用专利期把疫苗捆起来，让仿制药被挡在门外。发展中国家要用的话，得多付3到5倍。如果你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大概明白我在讲什么。金融里，指数编制商把市场编码成私有方法学和数据管线，被动资金被制度性要求跟跑，还得长期交授权费。技术门槛加法律围栏等于长期收租。我们以为自己买的是整个市场，其实买的只不过是一家公司写好的买入名单。Whisper 很有趣，看起来很像一则寓言故事，但现实里还真有这么荒谬的原型。孟山都是一家英国公司，它手里的转基因种子专利技术能让种子自己断后，是不是跟剧情里的基因锁很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农业转基因种子专利集中度在2010到2024年持续上升，前3家公司掌握了70%以上相关专利。Whisper 所代表的千万万农民们想留着种子自己种，根本不可能。不仅有基因锁，还有复购合约，全部给你锁死。可见，专利的存在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法律与商业的共同产物。当然喽 ，AI 领域也一样。
2025年全球前5大 AI 公司，你肯定听过的那几家，就控制了85%以上的高端算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还没开始训练模型，就得先问一问，买不买得起入门门票？即便你有关于算法的灵感吧，也很难拥有与这些巨头相同的计算与数据资源。闭源大模型限制访问 API 权限，核心参数不透明，小公司只能依赖租用服务，形成技术依附。比如最近 GPT 升级了5，之前训练的思路模型完全像被夺舍了的小伙伴一样，非常郁闷。于是我们最近也开始准备部署本地模型了。那么也许你会问，编码器就只有垄断和封闭吗？当然也不是，也有开放的反例，比如说 TCP/IP 协议在诞生之初就公开标准 RFC， 无需许可，任何人都能实现和接入。这种开放让基础设施先铺开，电邮啊、网页啊、开源社群啊顺势长出来。即便后来平台开始筑墙，协议的开放性仍然保留了去中心化反制的可能。另一个反例是 VHS 曾经打赢过 Betamax。索尼的 Betamax 画质更好，但授权封闭。JVC 把 VHS 开放给所有厂商，片商更愿意上，机器更便宜，片源更多，最终用户被动跟随。VHS 成了新的事实标准。这说明什么呢？编码器赢的根本不是技术指标，而是生态规模。把门槛降到足够低，拉足够多的盟友，先站好了标准位置，后面收租就是水到渠成。总结一下，从编码器完成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事情将变得完全不一样。WISPR 小女孩实验室里的种子，并不只是一个新物种的诞生，而是混杂着制度、技术和访问边界的生命的诞生。等它长成参天大树，人们再想换个品种，代价将会大到超乎所有人想象。所以也有人说啊，技术早期的规则就像婚前协议，写得越细，婚后越省事。可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这份协议我们根本就没见过，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已经签约授权了，而且它还自带自毁按键哦，一旦你想退出，就得连同资产和未来一起烧掉。第二个阶段是固化期，想象一下哦，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打算改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不再喝碳酸饮料，减少垃圾食品。你开始努力，几天后似乎有了一点进展，但这时你走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超市，你不由自主走进去，看到自己常买的那些食物、饮料，几乎占据了整个货架。每次走过它们，你都会觉得，哎呀，吃一点也没关系啦，反正还没完全戒掉。慢慢的，这种想戒掉但总是被诱惑的习惯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改变。这就是固化期。一旦某个制度、技术或行为开始运行，它就会有一个自我稳定的过程，它不会轻易被打破，而是慢慢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最终变成常识。如果没人去变动它，它就会像石灰水里泡过的树枝，慢慢变硬、变脆，最后跟骨头一样难以折断。当编码器的规则不再只是代码里的接口和默认选项，而是被写进合同、法规、行业标准甚至教科书时，系统就进入了固化期。也就是我们就会开始默认这一切就是天然长成这样，不再质疑了。比如第二部曲中的 Elysium 的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阶段看起来最安全、最稳定，我们不会再看到激烈的标准争夺战，也不会有一夜之间的市场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日常化的运行逻辑。所有玩家都照着这份早已写好的脚本表演，配合的天衣无缝。历史学家 Darren Acemoglu 把它叫做制度锁定。其实频繁提到很多学者理论，只是为了方便大家佐证，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这个理论是这样描述的：只要没有关键性的外部冲击，这条轨道就会一直运行下去。而金融学方面，托马斯·皮凯蒂用2个世纪的财富数据证明了另一面。当资本回报率 R 长期高于经济增速 G， 财富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动集中到最顶端。这有点像修高速公路啊，高速建好后确实让大家都能跑得更快，但前提是你得有车，有车的人收益更大，没车的人反而被甩开。技术进步就是这条高速，它能造福所有人，但最先享受到好处的永远是有资源的人。
制度固化就是给这股流动装上了混凝土水渠，让它永远往一个方向走。世界上有很多规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跨学科分析的魅力。我经常会在找到共同点时非常兴奋和惊喜。回到固化期，这个时期的阻力不来自于暴力，而在于成本。你会听到这样的说辞：是啊，你的方案更好，但换地基太贵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国际卡组织，它就是个例子。清算网络一旦稳定下来，费率和合规要求叠加成了高到离谱的门槛，新玩家想进来，不先烧掉几十亿美元，根本没资格开口。还有我们熟知的能源转型也是这样，哪怕政策喊了5年，电网依旧掌握在原有几家公司手里，因为没有人能负担彻底重构基础设施的代价。这时我不得不搬出 Donella Meadows 的系统理论，稳态系统会通过反馈回路消解外部冲击。啥个意思呢？固化期的系统就像一个自动调温的恒温鱼缸，你往里面倒冷水，比如外部冲击，水温会短暂下降，但加热器立刻启动，把温度拉回原来设定的26度。你往里面倒热水，改革尝试，制冷器就启动，把温度降回26度。那么无论你怎么折腾，鱼缸自己会通过加热降温这种反馈回路，把环境维持在它认定的安全区间。而这就是固化期的厉害之处，用一套看不见的自动调节，让你始终被困在同一个舒适温度里。现实世界中，它不需要用警察和高墙来防守，那太低级了，而是用习惯、便利和合理化叙事，这些看起来温和无害的东西，把所有人绑在同一场共识里。而有时候，它甚至还会被美化，就像某些老城区，房子裂缝遍地，却被导游包装成历史韵味。闭源大模型也是如此，算力和数据高度集中，但官方叙事会告诉你，这是为了安全和质量。听起来没毛病啊，可本质上，这是对垄断的一种浪漫化。这种美化背后的力量是人类的适应性，心理学里叫正常化偏误，时间越久，越容易接受现状为理所当然。外卖平台抽成高吗？你还是每天用，因为换回打电话现金支付的生活，感觉像回到石器时代。习惯被垄断，就是行业的未来被垄断。这也是各大平台愿意砸钱抢用户习惯的原因，那些动不动的100亿补贴都是如此。历史上，法律和制度的结合往往是固化期的护城河。19世纪的英国铁路公司靠立法保障既有线路的优先权，硬生生阻断了新线路的竞争。1921年铁路法更是直接把100余家公司并成4大，从制度上宣布竞争已死。而在数字经济中，eMarketer 预测2024年全球前5大平台将拿下70%以上的数字广告收入，这就是现代版的4大铁路公司。听起来很让人绝望和焦虑啊！不，我们要搞清楚事情的发展和规律，焦虑是毫无意义的事。也许小伙伴们会好奇，那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听起来和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其实对于启生个人而言，或者我的世界观来看，这些比一切婚恋问题、赚钱秘籍、技术教学都要和我们更息息相关。学术似乎总是把人拒之门外，但我觉得本质上一切探索都是为了看清规律和真相。如果我们始终无法看清事情全貌，那么一切小事情的决策都有可能走向偏移。我很喜欢一句话，来自统治学家乔治·伯克斯的，送给你们：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扯远了，固化期有没有漏洞呢？有啊。欧盟反垄断法就是在固化结构里打出的楔子，从强制微软 Office 与 Teams 脱钩，到处罚大厂默认搜索设置，都是试图在接口层撬动稳态。我觉得固化期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让不平等合法化、常态化、隐形化，你不再把它当做一个问题，而是像接受重力是地球初始设计一样接受它的存在。更可怕的是，当你试图改变它，发现不仅要对抗现有规则，还要对抗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一句话总结：编码期埋下种子，固化期让它长成参天大树，美丽、稳定、枝繁叶茂，但果实永远挂在别人的树上。第3个阶段是吸收期。吸收期像是麻婆豆腐里的花椒，
你以为它是来刺激味觉的对手戏，结果锅一滚，辣油、豆瓣酱、肉末全把它裹了起来。它的麻劲还在，但已经和汤汁融成了一味，不再是独立的挑战者，而是成了整道菜的风味核心。系统也是这样，对待裂缝不会硬把它踢走，而是用规则、激励、包装把它炖进自己的配方里，让它既保留一点原本的特质，又彻底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妈，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系统在煮你 ，but you know， 这就是吸收期。对，就是我们在第2集安多里讨论的那个。系统会吸收所有反抗。社会学家在文化霸权理论里提出，统治秩序的稳固不只是靠武力，更是靠同化。换句话说，反抗者以为自己在对抗，其实早就被收编进了对方的剧本里。想想20世纪的工人运动，19世纪时，它是工业体系最大的威胁，大罢工、接垒战、政权更迭。到了2战后，福利国家出现，养老金、医保、最低工资，看上去是反抗的胜利，实际上也是一种免疫反应。制度用福利削弱了颠覆的动力，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成维持秩序的润滑剂。科技行业里，这种吸收的案例简直不要太多。开源运动本来是软件世界的反抗军，结果到了云计算时代 ，Linux 成了 AWS、Azure、Google Cloud 的底座。开源没有消失，但被包裹在商业 API 计费模式管理权限之下。Red Hat 被 IBM 收购，调整源码访问策略，直接让很多下游兼容项目 Rocket、Alma 陷入被动。这不是背叛，而是系统的免疫机制，看到你有潜力，先把你纳入，再慢慢改造。系统会通过外部干扰转化为内部要素来维持自己的边界和稳定。这就像人体免疫系统，不会消灭所有细菌，而是选择和它们长期共存，只要它们不威胁主系统的生存。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逻辑，环保运动一开始是对抗型的，抵制、游行、立法诉求，但当绿色成为一种营销标签之后，企业会主动在广告里加上可持续、碳中和，把原本的批判性口号变成促销语。消费者觉得自己在支持环保，其实是在帮公司提高利润率。吸收期的狡猾之处在于，它不会像固化期那样摆出明显的边界，而是用共赢、生态、合作这些温柔的词把人忽悠进去。很多社会创新项目一开始真的是为了解决不平等，但为了生存，很快就会介入主流资金，适配主流规则，最后在财务和运营逻辑上与原本的对手没有区别。回到 Westbury， 女主虽然培育出了能自我繁衍的种子，可城邦依然能找到新方法去控制它，比如限制流通渠道、修改基因配方、制造依赖，这就是吸收期的本质。比较神奇的是，吸收期甚至会让反抗者觉得这就是胜利。开源作者看到自己的代码跑到全球最大的平台上，环保组织发现政府和企业开始主动谈减排，区块链社区见到银行和监管机构开始研究数字资产。这些表象让人以为目标达成，但底层的权力结构其实只是在换皮。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换掉手机系统，删掉某个社交软件，甚至搬到另一座城市，想彻底切断一些旧的东西。可几个月后，你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差不多的状态，界面可能变了，按钮换了位置，可核心体验似曾相识。这就是裂缝的再生，也就是我们的第4阶段，再生与循环。它之所以顽强，是因为有3股回弹力在同时作用。第一股力量是系统默认设置或悄悄复位，算法会按照你最容易上瘾、最容易停留的模式，把推荐慢慢训练回去。第二股力量是关系和习惯网，会把你拽回去，朋友、支付、商家、历史记录全在原来的系统，换一次等于改一整套生活流程。而第3股力量是激励与规则没有改变，广告分发、数据所有权还在老权力手里，新平台为了活下去也会复制同一套盈利玩法，结果就是不管外壳怎么换，目标函数始终没变，抓注意力、促交易、控分发，新品还是装旧酒。相信你也听过寡头铁律，无论一个组织一开始多么民主，最终都会被少数人掌控，这条逻辑就像 DNA， 土壤可以换，
阳光角度可以调，但基因里的编码不会自己消失。旧裂缝会在新系统里复活，甚至更稳定、更高效。我们来看看科技圈。比特币诞生时的理想是去中心化，可到2025年，全球 80% 的交易量集中在币安、Coinbase 等5大交易所。NFT 曾承诺给创作者更多话语权，但很快被 OpenSea、Blur 等平台重新包装成新的投机资产。你以为跑出了系统，其实只是在一个巨大的回旋楼梯上绕了一圈。社交平台也是如此。MySpace 倒下了， Facebook 崛起，论坛衰落了， Twitter 接手， TikTok 火了，你以为是短视频的新纪元，其实只是更流畅的信息喂食机。今天我们抱怨 YouTube 的算法千篇一律，和20年前骂论坛版主删帖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控制信息入口的人才是真正掌握流量和话语权。政治与经济的循环更长，但同样精确。罗马帝国灭了，拜占庭接力，大英帝国衰落，美元霸权接盘，版图颜色换了，旗帜换了，可资源调配的中枢依然握在少数人手里。系统思维理论里解释过这种现象，复杂系统都有自我稳定的机制，哪怕外部条件再怎么改变，反馈回路会把它拉回既定状态。换句话说，崩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基因刷新。裂缝的再生不仅靠结构，还靠文化的同化作用。消费主义就是经典例子。你曾批判它浪费，但新一季手机发布时，手还是痒。你质疑平台垄断，但每天照样刷短视频、点外卖。灵活就业也是，最初被视为风险，慢慢变成常态，甚至被包装成自由与弹性的生活方式。当不平等被习惯和语言美化，它就完成了文化化，不再被看作问题，而是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这就是循环和再生，柔软无形，像空气一样渗透你的生活。一切我们以为的选择，其实都是被选择。有没有跳脱的可能呢？有，极少。少数区块链道在早期规则上链，人人可见，人人可复刻，实现了短暂的去中心化自治。但大多数道很快滑成为链上寡头，代币集中，投票权集中，甚至有 1% 的地址说了算。瑞士有些州的直接民主确实能把权力分散玩转，而且一直持续好几百年。但别误会，这只是极少特例，这种只有小地方关系紧密，大家愿意为参与付出高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还有不得不提的维基百科，能抵抗资本化靠的是非盈利框架加志愿者文化加严格社区规范，但这样的生态在商业环境几乎是不可复制。结论很残酷啊，如果不在协议层拆掉资本权重唯一的默认，旧裂缝就会换个 UI 回来。设权重上限、时间解锁、2次投票、贡献绑定这些护栏，不是技术装饰，而是基因改写。所以别轻易迷信新世界这3个字，很多时候它只是老世界换了一套皮肤， bug 还在，只是打了新的补丁。这4个周期就像一条呼吸的年轮，编码期是春天，播下种子，接口标准产权悄悄刻进未来的基因。固化期是夏季，树叶成林，规则长进制度与法律，繁茂却难以撼动。吸收期是秋天，反抗化水归土，风力被温柔收编成了系统的养分。而冬季则是再生与循环，雪覆盖着大地，外壳可以换，旗帜可以更改，旧基因在沉睡中等待萌发，它们首尾相接，不断轮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部无法跳出的剧本，对系统来说，这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换季轮回。以上就是我想带给大家的阶级裂缝生命轮回理论。但故事不能就停在这里，因为今天我们还必须问，如果加入 AI 或者去中心化，会不会是第一次看到新的可能？那么我们接下来解决一个问题，阶级裂缝是如何传播的呢？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它的生命周期，可是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发展于无形呢？又是为什么有些裂缝似乎一夜之间爆发，而有些裂缝明明积累多年，却悄无声息？在这里，我总结了4条规律：临界点、滞后性、显性反转以及最省力路径。想象一场雪崩，
山坡上的积雪悄悄地淌着，没有任何异样。可只要某个点被触发，整片山体立刻轰然崩塌。社会裂缝也是这样，它不是慢慢线性增长，而是非线性爆发。在疫情期间，你可能也体验过这种临界点。一夜之间，口罩全面断货，价格翻了10倍，不是需求突然出现，而是早已压抑的恐慌被一个信号点彻底点燃。系统科学里，这个被称为渗流理论。当网络里超过某个比例的节点被触发，整个结构就会坍塌。事件只是最后一根火柴，真正的原因是压力早已积满。第二个规律是滞后性，系统的反应往往不是及时的，而是慢半拍。说回疫情时期的口罩例子，需求突然爆发，疯抢缺货，等到产能补上时，需求已经下降，结果人人家里囤了一堆多余的口罩，这在供应链理论里叫做牛鞭效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政策与舆论中，当指令或讯号传到末端时，现实早已变形。表面看起来是一池死水，其实底层已经暗潮汹涌。再比如我们熟知的股票市场，恐慌抛售到报复反弹，反复循环。第三个规律是显影反转，我们习惯把裂缝归咎于某个大事件，一场抗疫，一宗金融危机，但事实上那只是显性的触发。裂缝的力量来自于长期隐性的积累，这也是系统研究里常见的误导。人类会高估显性的事件，却低估隐性的压力。真正让系统崩溃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前面几千根。最后一条是裂缝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扩散。水流遇到石头会从缺口处冲出，电流会走导体而不是绝缘体。抗议不会一开始就冲击首都中央广场，而是先从边境城市、资源小镇或压力稀薄的地方聚集。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就不是开罗的广场，而是一个突尼斯小镇的小贩。在政治学里，这被叫做边陲渗透效应。裂缝往往先在边缘破口，最后才吞没核心。所以裂缝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临界点加滞后性加显影反转加最省力路径的合力。大多时候我们以为在修补裂缝，其实只是推延下一次塌方。可是问题来了，当裂缝真的出现时，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答案也很反直觉，人们的想法不是把墙推倒，而是把墙补上。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大于平等感。乌合之众里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群体不爱真相，群体爱确定性。换句话说，人宁愿生活在一个可预测的不平等里，也不愿冒险去追寻一个未知的平等。听上去很荒谬，但你一定有过这种选择。订机票时，你明知道某家航空公司的座位又窄又吵，可你还是买它，因为你清楚自己的预期，它能好到哪里，坏到哪里。而另一家小众航空，票价便宜一半，但你不知道会不会延误，行李会不会丢，甚至飞机会不会抖到怀疑人生。文明也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不平等，比一个未知的平等实验更能给人安全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宁愿补裂缝，也不愿拆掉整堵墙。德国思想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写道，自由不只是机会，也是负担。当人被赋予太多选择时，焦虑会上升，他们反而会寻找一个权威或结构来替自己做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有了去中心化的工具，很多人还是跑回高度集中的平台。还有一点是群众免疫系统的驯化策略，系统非常懂得驯化心理，它的策略不是压制，而是不断制造别离开我的心锚。比如前面提到 Netflix 的推荐系统，苹果生态，游戏公司的限时返场奖励，这都是群众免疫机制，系统用温柔的方式把你拉回它的血管里。但是这不全是坏事，我们很容易把这种依附看成负面，但凡事都有另一面，我称它为文明的粘合剂。如果人人每天都想推翻规则，重建秩序，文明机器根本没法运转。就像一支足球队，如果每个球员都想当队长，
这场比赛根本踢不下去。所以心理上的城邦效应，一方面让裂缝更难被突破，另一方面也确保了文明在不平等中依旧能维持合作与扩张。我们的心理结构本来就是系统的免疫细胞，它让我们宁愿补裂缝，也不愿冒险拆掉墙。但这种免疫到底是保护我们，还是困住了我们？我们刚刚说过，多数人宁愿补裂缝，也不愿冒险拆掉墙。那么问题又来了，一个没有裂缝的世界真的更好吗？听起来很美好，对吧？天下大同，人人平等。可现实是，裂缝不只带来不公，也可能是文明最重要的燃料。如果你听过历史学家 Lewis Mumford 的巨型机器理论，所有庞大的文明机器，无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工程，还是21世纪的全球互联网，都依赖高度集中化。你一定会认同这个说法。集中化的好处是什么？效率。罗马帝国的道路系统能让军团在几天之内跨越千里，大英帝国的海军在不到2年里把电报网铺满全球。今天的亚马逊物流可以在48小时内把一台相机从美国送到欧洲。不过副作用也同样明显，权力、信息、资源会向上流动，于是裂缝出现，并且随着规模扩张而固化。听起来不太政治正确，但数据很残酷。红十字会、联合国难民署在几天内调动数千吨物资，是因为它们高度集中。相比之下，小型 NGO 灵活，但难以覆盖大范围需求。罗马帝国在公民权泛化之后，扩张速度明显下降。为什么？因为文明的推进需要势能差，就像水要有高低落差才能形成水流。如果所有人资源完全均等，这种势能差就会消失，文明可能陷入舒适却停滞的平衡状态。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跃迁都伴随着裂缝的扩大与利用。农业社会的诞生来自气候裂缝迫使人类在河谷定居耕作。工业革命的爆发来自手工业垄断被打破，市场自由化。数字时代的到来得益于互联网对广播电视单向控制的撕裂。裂缝是新循环的孵化器，它让少数敢试的人在边缘先跑出新的规则，再反向侵蚀旧秩序。所以裂缝是一把双刃剑，它推动文明，但也可能撕裂文明。如果能被利用，它就是燃料；如果无法承受，它就是毒药。裂缝确实危险，但没有裂缝，文明会像热力学里的系统一样伤死，彻底停滞。我们已经走过了裂缝的4个生命周期，看见它如何被编码、固化、吸收、反抗，甚至再生，也看到了裂缝的传播特点。裂缝的存在就像文明的燃料，推动着文明的发展。到这里，也许你会感觉到一种无力。这是不是代表我们注定只能在裂缝里轮回呢？如果前几章我们还是在研究裂缝的生成机理，就像看着地壳推挤，山脉隆起，那么现在我们要把2个全新的角色与变量放进这个地质剧本里。 AI 和去中心化，一个是能加速一切的智慧引擎，另一个是能挑战权力垄断的协议工具。如果它们只是单独出现，或许改变有限，但如果2者叠加，会不会成为人类第一次有可能改写裂缝剧本的契机？ AI 的长处不在于局部，而在于全局。我们先来看看不同行业的几个数据。在航运业，马士基试点 AI 路径规划后，燃料消耗下降 12%， 一年节省近2亿美元。在城市交通，芝加哥用 AI 优化红绿灯，6周内完成了人类团队1年的工作量。在能源领域，荷兰电网公司 TenneT 用 AI 实时调配风能、太阳能与储能，既满足用电高峰，也避免了建大电厂的低效模式。如果我们把这些能力放到粮食、医疗、住房、教育的分配上，似乎真的有可能冲破裂缝的循环。可是别急着高兴，因为 AI 平等化的路上有3重悖论在等着我们。要让 AI 帮你实现公平，它必然得限制你的任性。想象一个全球住房系统，最后一套海景房不会卖给你，
因为算法会优先分配给更需要的人。听上去合理，但当可能变成不可能，人类的逆反心理可是不容小觑。AI 的公平性取决于目标函数，但一旦写入，就会固化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提出一个叫能力方法的理论，平等不只是分配，更是选择与发展的能力。可如果目标函数不更新， AI 的公平就可能变成19世纪殖民地宪章，当年是先进制度，后来却成了落后枷锁。最隐蔽的风险是温室效应，一个不会挨饿、不怕战争、不必竞争的文明，久而久之会失去冒险精神和创造力。人类学者 Joseph Tainter 在《复杂社会的崩溃》提到，外部压力才是复杂社会创新的催化剂。AI 的公平化或许能消灭裂缝，但也可能让文明停在平台期，缓缓老去。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因为 AI 天然偏向中心化，它需要3样东西：数据、算力、分发。这3样资源全都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数据越多，模型越准；集中算力越便宜，训练越快；分发越集中，回馈越快，越能形成赢家通吃的雪球。所以 AI 与中心化合体常常不是技术中立，而是自动长出更厚的城墙。既然如此，我们也许需要另一条路，这条路叫去中心化。它能不能解锁 AI？ 能，但起码要做到3件事：能证明，用零知识证明，多方计算，让模型结果可验证；拿得走，数据主权在用户手里，可携带，可撤回；说得算，把智力写进协议层，而不是公司 wiki。简单说，能证明，拿得走，说得算。所以 AI 是燃料，却不是答案。好制度会让它加速成更好的秩序，坏制度也会被它加速成更硬的枷锁。问题关键不在有没有 AI， 而是 AI 被嵌进哪套结构。AI 混合去中心化才有可能成为裂缝的修复剂。但去中心化真的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吗？如果说人类历史上的裂缝往往需要几十年、几百年才酝酿一次，那么 AI 的出现让这个周期被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想象一下，当社会制度还停留在 XP 系统， AI 已经推送了 Windows 20，我们还在调试上一次裂缝，它已经开始下一次。这就是我所说的裂缝加速器。过去100年的阶级轮替，如今可能1、2年就会上演。更深的一层是 AI 不再只是裂缝里的参与者，而是裂缝的仲裁者。它决定哪条裂缝被放大，哪条裂缝被忽略。短视频演算法就是最直观的例子，它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注意力裂缝。在这里 AI 不是棋子，而是裁判。还有一个裂缝比资源差距更残酷，那就是时间裂缝。未来的阶级可能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新版本和旧版本。有人用 GPT-7时，有人还困在 GPT-4。当人类被分割在不同时间线上生活，这种裂缝可能比任何财富不平等都更致命。前面我们讲过，裂缝是文明的燃料，我们不妨再大胆一点，把一个更大的变量放进来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那么这个裂缝模型还能成立吗？第一个假设 AGI 实现即时循环物种级裂缝。如果 AGI 实现了，裂缝周期将被压缩到即时，它不再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积累，而是可以随时重构整个系统。裂缝的生成与修复几乎是同步的，文明处于高速震荡状态。这不再是阶级裂缝，而是物种级裂缝，人类与 AGI 本身的差异。去中心化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去中心化的协议几乎失效，因为任何人类共识都无法与 AGI 的演算速度对等。AGI 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再分配者，主动压缩裂缝，分配资源。它可能把裂缝当成燃料，以人类差异来驱动自身的进化。当裁判不再是人类，我们还能讨论裂缝吗？第二种假设 AGI 不实现工具级裂缝，可博弈的秩序。如果 AGI 迟迟没有出现，那么裂缝依旧是工具级的
AI 作为加速器，但仍然受制于人类社会结构。裂缝周期依然缩短，但仍是以年、10年为单位，而非几十。裂缝本质上还是人类内部的资源与权力不均。去中心化的角色依旧可博弈，协议设计、社群治理还有空间发挥。最佳情境 AI 成为公共算力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被所有人共享。最坏情境则可能走向数位封建，平台变成新的领主，人类沦为数据与算力的农奴。如果智慧只是工具，裂缝的根源其实一直都是我们自己。所以 AGI 实现与否代表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文明路径，但不管怎样，裂缝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了形式。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一个可执行的最优解，能让我们真正改写裂缝的生命周期呢？如果裂缝注定存在，那我们能不能不只是修补裂缝，而是改写裂缝的生命周期？假设有这样3个前提：第一，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公共基础设施，而不是少数公司的垄断资产；第二，演算法必须透明可审计，任何人都能检验它的决策依据；第三，治理规则不是写在公司 wiki， 而是写进协议层，所有参与者都有权修改。在这样的前提下， AI 不再是裁判，而是工具；去中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底层协议。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有机会改写裂缝的生命周期。比如说，在过去，编码器由少数人握有钥匙，谁定义接口，谁设计标准，谁掌握专利，谁就决定了游戏规则。但如果 AI 工具普及，协议开放，这种垄断就会被打破。编码器从少数人手里转移到分布式的社群，不再是少数巨头定义未来，而是多数参与者共同写下开端。过去一旦制度固化，裂缝就变成铁板一块，不管外部怎么变，内部分配难以动摇。但是可审计协议下，固化期会被持续稀释，任何规则都必须接受定期检验和回滚机制，像版本控制一样，不再是一次性铸铁，而是动态升级。以往系统最强大的手段是收编，把反抗者的口号、语言甚至梦想整合进它的分发渠道。但如果有去中心化的 AI 工具，吸收就可以变成改写规则。反抗不是被整合，而是能在协议层留下痕迹，推动制度的更新。这不再是输赢，而是重编游戏规则。在旧循环里，再生往往只是换皮，政权更替，制度翻新，但裂缝的奖励机制没有动，于是新裂缝在旧秩序里复活。可如果 AI 是工具，协议是开放的，再生就不再只是更换外壳，而是一次真正的更新。裂缝不再是轮回的宿命，而是进化的接口。那么，我们准备好接过这一把钥匙了吗？我们愿意把权力写进协议，而不是交给中心吗？我们能否在裂缝里选择一种更美好的进化方式？有一位社会学家研究过数十起船难和荒岛生存案例，结论很残酷。当人群完全脱离文明与秩序时，几乎都会陷入暴力与混乱，最后自相残杀。但有一个例外，当群体里出现了绝对的阶级分裂，比如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主导资源分配，人类反而能活下来。再烂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要好。如果阶级裂缝是秩序与文明的副产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它呢？在传统的中心化秩序下，裂缝一旦出现，往往会导致整体性崩溃。但在中心化网络里，裂缝可能是一种自我修复机制，就像一张分布式的网，某些节点断开了，其他节点立刻接手，整体依然保持运行。裂缝不再等于混乱，而是秩序更新的一部分。裂缝释放新的自由，但自由往往只是阶段性的。互联网带来资讯自由流动，但很快演算法又把人们拉回资讯茧房。去中心化金融让人逃避银行，但很快算力与流动性的集中。自由不是消失了，
而是在提醒我们，自由与秩序始终在动态平衡的循环里。过去裂缝与重构的周期往往需要几百年，工业革命、殖民时代、信息时代都是长周期的循环。但今天 AI 把这一切压缩到近乎实时，它每天都在制造新的撕裂，舆论极化、资源分配不均、认知冲突，它同时也在生成修补方案、智能调度、自动治理、分布式合约。裂缝已经从偶发危机变成了文明日常的心跳。这里我想邀请你做一个想象，10年后的某个清晨，你打开手机，登录的不是某个平台，而是一个分布式的公共大脑。这个大脑由 AI 驱动，但所有算法都写在区块链上，透明、可验证，没有暗箱操作。能源分配方案自动生成，电网根据气候和需求自动调整。你能看见自己的电费是怎么被优化的，甚至投票修改分配规则。教育系统也在运行， AI 为每个孩子生成课程，但公平性由 Web3 继续保障，不会因为出生或财富打折。在这样的世界里，裂缝仍然存在，但它不再意味着撕裂，而是人类与技术共同协作的循环。所以裂缝不是终结者，也不是乌托邦的入口，它是推动文明不断重构的接口。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消灭裂缝，而是我们要在裂缝里选择怎样的进化。 AI 是医生还是病因？去中心化是解药还是另一套枷锁？下一次编码器到来时，我们会签下怎样的协议呢？我们说了那么多关于裂缝、AI 和去中心化的可能性，可是回到你的生活，你可能会问，那我能做什么呢？我能不能真的参与到这个过程里？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比如试着存档啊，下载备份关于你的资料，不要把所有东西只丢给一个平台。试着用一个小小的开源 AI 工具，比如文字生成、简单代码助手，体验不被大平台锁死的感觉。当你使用任何服务时，问一句，它的推荐分配机制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日常的算法素养。群体层面，找到你的协议社群。如果你加入某个社群，观察它的规则是否透明，是否能被挑战，还是被某个人垄断。参与一个去中心化的项目，哪怕只是投一次票，测试一个开源协议，都是对未来秩序的微小训练。当身边的人说这是免费的，这是最方便的，你可以补上一句，那它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文明层面，保持开放的想象力。如果有一天 AI 真的被嵌进公共分配系统，你要敢于问，这个分配函数是谁写的？能不能更新？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写代码、架节点，但你至少可以在投票、消费、选择、公共讨论里做出一个更清醒的选择。记住，去中心化不是没有中心，而是每个人都能拿回一小部分权利。真正的去中心化不是取消权利，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小小的钥匙。那么问题来了，当钥匙递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准备好接过来了吗？从极乐世界的资源裂缝，到安多的反抗裂缝，再到 Whisper 的重整裂缝，我们花了3部影片追问了裂缝的生成、扩散、固化与重生。我们看见 AI 如何加速裂缝，如何成为新的裁判，也看见去中心化如何延缓固化，如何把权力拆成一把把钥匙。我们甚至推演了 AGI 出现与不出现的2条路线，一条是物理级的分裂，一条是工具级的轮回。最后，我们也给出了一个或许还不成熟的答案。AI 作为工具，混合去中心化协议，有可能第一次改写裂缝的生命周期，但裂缝本身，也许从来就不是要被消灭的。裂缝可能不是文明的伤口，而是文明的接口。它让我们痛苦，但也让我们突破；它让我们分裂，但也推动我们进化。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消灭裂缝，而是我们能否在裂缝里选择一种更美好的进化方式。这就是我做这3部曲的原因。它不是答案，而是一个记录，一个关于人类、关于技术、关于文明未来的追问。
这里是齐声，我们会继续追问 AI 如何改变人类，甚至改变文明本身。记得点赞订阅，我会持续不间断地为大家呈现更多思考。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见，拜拜。Broken glass under my feet, ash in the air, chasing shadows.